Hello，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我们终于要做后悔系列了。其实这个投票呢，我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做了，不管是哔哩哔哩还是 YouTube， 我都有放投票。但是我发现到玩家后悔觉醒的统帅还蛮多的，尤其是步兵是最多。所以这个我们就做成一个系列吧，就分成不同的兵种。今天就从我自己所玩的兵种骑兵下手。那今天所说的统帅全部都是传说等级统帅，因为我们也只能丢镜头在这些统帅上面而已。我们先从第一代的骑兵开始，曹操跟袁立金。其实我不后悔去觉醒这两位统帅。毕竟曹操的用途其实还蛮多的，就比方说你要去采集符文，你要去打奥西里斯联赛或者是埃及之战，都需要快速的拿到建筑物，甚至抬起灵柩都需要用到曹操。打一些野蛮人城寨或者是扫天之类的都会用到曹操，而且在早期其实还蛮实用的。所以我不认为曹操会让大家觉得后悔。还有就是袁立金其实都不需要丢镜头下去，只是用钱去买而已。而且我在之前就有跟大家计算过，如果你是用 VIP 的礼包去购买袁立金的话，对比你拿镜头去投资其他的统帅，其实袁立金的价格是最便宜的，并且袁立金在之后博物馆开放提升的数值还蛮高的，并且它还是可以拿去打城寨。玩家在早期最快觉醒的统帅之一，也是可以用一段时间。所以我不认为袁立金是大家会觉得后悔的统帅。再来第二代萨拉丁跟铁木真。首先萨拉丁对我而言是不会后悔的，因为我至今还依然用着萨拉丁。因为我是全骑兵玩家，所以我依然还在用着萨拉丁。而且萨拉丁的能力是真的不错的，他除了爆发比较低之外，其实整体的表现都还算可以。这一铁木真才是让大家觉得比较后悔的统帅。我不管是看哔哩哔哩还是看 YouTube 的投票呢，都是铁木真居多。因为铁木真他的技能是有限制，需要多少以上或者是多少以下，就变成说他的技能永远都只能用到4个而已。再加上铁木真只有爆发而已，他没有任何的升版，而且他的行军速度也比较慢一点，也太过脆皮了，所以大家都不太喜欢铁木真。尤其是铁木真到征服赛季之后，用途真的很少。到了第三代的骑兵统帅，其实第三代比较多的新玩家是没有接触到的，除了阿提拉之外。我个人比较后悔的就是武田信玄。武田信玄的用途真的不多，除非你要拿来搭配阿提拉之外，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用途了。他又不能做主将，又没有 AOE， 只有跑速，他的天赋又不好，而且寿命又比较短。假设说武田他可以搭配其他的统帅使用的话，其实还可以。但是问题是武田不管他是搭配哪一位骑兵统帅出来的报告都是很糟糕的。至于阿提拉我觉得不亏啊，因为阿提拉一直死掉又复活，死掉又复活。我原本以为说阿提拉可能只能一辈子都搭配武田而已，但是后来出现了司机，出现了刘彻，出现了哥哥，出现了小西皮，出现了华莱士，都可以搭配。所以严格来说阿提拉是不亏的。接下来到了第4代威廉，到现在还有在用啊，你们不要跟我讲后悔去觉醒威廉。虽然他的 AOE 有一点短啊，但整体来说威廉还算是一个不错的统帅。比较后悔的就是孔雀，这个也是我一辈子的伤痛。坦白说孔雀我只用1个赛季而已就没有用途了。孔雀也算是比较罕见的没有直接伤害的，然后它的伤害爆发又比较少一点。重点是它的技能还需要叠层，你们知道叠层叠到来玩家都已经把你打死了，你都还没有叠好。虽然孔雀的技能特效是真的设计到很酷炫啊，但是也不代表说它是一个好的统帅。对我而言它是骑兵里面最糟糕的，甚至还不如铁木真，因为铁木真至少我在早期还是有用过几个赛季的，但是孔雀就真的1个赛季没了，并且在后期毫无用途，而且它的基础提升也是少的可怜，只有 20% 的生命值提升而已。不过因为我是早期的玩家，所以我是有觉醒孔雀的。可是如果你是新的玩家，你进入到征服赛季其实是不会碰到孔雀的。所以你们才会看到为什么铁木真的投票率是比起孔雀还要更多，因为早期玩家可能会觉醒铁木真，但是不一定会觉醒孔雀，到征服赛季选择太多了。我们到了第5代的项羽跟亚德维加，其实我觉得这2个统帅都不后悔觉醒啊。虽然项羽是真的有很多玩家讨厌啊，觉得说他跑得太慢了，而且死得很快，又太过脆弱，只有爆发之类的，但是项羽至少还是用到了几个赛季，也是有用一段时间了，所以严格来讲项羽不算是比较后悔的统帅。至于亚德维加，虽然他的天赋是真的不是很好啦，但我在驻防自己城市的时候其实还是有用到亚德维加。但我相信对于大多数玩家来说，亚德维加可能会比较后悔一点，因为现在骑兵的驻防其实不管是杰格还是艾莉诺都比亚德维加更好，所以对于车头而言，亚德维加应该算是比较后悔去觉醒的统帅。
第6代的骑兵统帅司机跟贝特朗，这个大家也不需要看了吧？司机是肯定保值的，哇，我都不懂他可以用到多久。但是贝特朗是截然相反的。OK， 首先贝特朗他的直接伤害是分段式的直接伤害，并且他的生命、防御、攻击都只有10%的提升，比起司机还要减少10%。而且贝特朗的培养成本比起司机还要更高，他需要通过 MGE 获得，而且他的技能也是要叠层，除了治疗之外也没有多少的爆发，所以我觉得贝特朗设计出来是搞笑的。我用过贝特朗的次数可能就只有2个 KVK 而已吧，我觉得大多数玩家应该都是没有去觉醒贝特朗的投资在他身上了真的是浪费钱了，根本没有用途。到了第7代的贞德跟杰斯卡，其实这2位统帅都值得去觉醒，虽然杰哥他的主动技能没有这么好，但是不得不说用杰哥搭配菠萝头确实效果是不错的。像之前我们看奥西里斯联赛或者是埃及之战的时候，其实大多数玩家都是会用杰哥搭配菠萝头，并且我现在住防城市也是会用到杰哥，可能是用艾莉诺搭配杰哥，这个是一个很不错的骑兵组合搭配。至于贞德也不用多做说明了，目前玩家还是需要用到贞德的，而且现在已经出到第9代的骑兵了，还没有办法替代掉贞德的位置，甚至我觉得出到第11代左右的时候才会替换掉贞德。所以第7代的统帅是保值的。第8代霍去病跟查士丁尼这个不用说了吧，霍去病是值得觉醒的，但是查士丁尼并不值得查士丁尼没有爆发，没有 AOE， 而且他的主动技能要搭配司机使用。虽然查士丁尼的基础提升还算是不错，但是有更好的骑兵选择，玩家不会去选择查士丁尼。而且查士丁尼对比其他的兵种机械统帅呢，算是最弱的机械统帅，它的使用周期也比较短了，大概就用1到2个赛季左右，就没有看到多少玩家使用查士丁尼了，大多数还是使用步兵或者是工兵作为集结。 OK， 那么我们来到最后第9代的骑兵，就是贝利跟艾莉诺。其实艾莉诺是值得觉醒的，艾莉诺是真的很强，它很硬，搭配杰哥跟菠萝头其实出来的表现都算是不错。我埃及一般都是用艾莉诺搭配菠萝头，在被围殴的情况下，其实建筑物都可以维持得蛮久的。至于贝利才是让我觉得比较后悔觉醒的统帅，其实贝利真的没有多少用途，虽然他的伤害也不低啊，但是他没有 AOE， 而且他是有要求要多少个队伍去打敌人的时候才会有围殴的伤害，再加上他的天赋不好，又不能做主将，只能去扫天，各种限制跟要求让我觉得贝利其实真的不好用。那么今天是整理出来了到底哪一些统帅是不值得觉醒呢？这里有包括铁木真、武田信玄、孔雀、亚德维加一般一般吧，然后贝特朗、查士丁尼、贝利。在这几位统帅里面，我觉得最后悔的就是孔雀了以上就是我整理出来的统帅，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呢？你们是不是有其他的统帅觉得比较后悔的？像是项羽，我觉得蛮多玩家应该也是觉得蛮后悔了，但是对我而言，后悔的定义就是这个统帅是毫无用途，没有实际上用到多少，这种才称得上是比较后悔。那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看法。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个影片再见。